那与此同时的凤家，凤家主设家宴，请海玲过来吃饭。这凤家大宅的人从中午就开始忙碌，就家族里很多人都过来帮忙。由于凤家主说了是家宴，今晚出席宴会的人都是凤家的人，在凤家一族里啊，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被允许出席。普通的族人或者跟凤家主那已经脱离了五福关系的就不能出席。那这让很多凤家族人心里不平衡啊，觉得凤家主既然说了是家宴，就应该请完全族的人吃饭，哪怕他们脱离了五福，也还是姓凤，也是凤家的族人呢，凭什么他们不能出席家宴？对凤家主也就越发的不满了。他们不满是不满，却不敢说出来，怕被凤家主知道遭到报复。凤家主对待普通的族人连陌生人都不如，这让很多普通的族人怀念上一任的家主。上任家主活着的时候，对普通族人也是一视同仁的，不搞阶级化，就只要是家宴，他们凤家一族所有人都能出席。上任家主和现任家主是异母同胞的亲姐妹，但是呢，行事作风、待人接物却相差甚远呀。听说上任家主的2个女儿找到了，有些人私底下便讨论，他们凤氏怕是又要变天了。华丽的主屋里坐满了人，自然都是凤氏家族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他们陪着凤家主聊天，话里话外对凤家主都是极尽的奉承讨好。家主怎么没看到证书的？有人随口问了句，他从进来到现在坐了老半天，也没有看到正华，就问了句。他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看向了他。那人被大家这样看着，哇，顿时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。他出差了半个月，今天上午才回来的。回来后，父母跟他说家主今晚设宴，请吃饭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。那他便兴匆匆的来了凤家大宅。他平时跟郑华算是聊得来，久不见郑华才会问了句。凤家主神色自若的道：“你郑叔身体不舒服，在房里休息，不宜见客啊。”郑华被他暴揍一顿后，有几天不敢出来见人，那点伤其实早就好了，只是郑华觉得没脸见凤家的族人。他是个上门的，在凤家本来就是看老婆的脸色过日子，以往夫妻俩表现得恩恩爱爱的，老婆在族人面前也愿意给他面子。凤氏族人对他还算礼待，但是他出轨被老婆抓到，还被老婆暴揍了一顿。这件事在江城传了个遍，就在凤氏族人云集于此的时候，他只要露了面，都会被人指责的。郑华再厚的脸皮，再好的心态，也承受不了大家的轮番指责呀。所以呢，他躲在房里不敢下楼。那凤家主呢，也由着他。夫妻俩是没有离婚，却有了裂痕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。凤家主也无法自欺欺人，他的婚姻终究不如姐姐的幸福。长姐能得到那个男人的忠心追随，姐夫对姐姐也是真心相爱，不像他和郑华总是夹着私心的，一点都为纯粹。长得太好看的男人呀，果然靠不住啊。郑叔不舒服呀，那是要好好休息啊。那人明白家主是在撒谎，他顺着家主给的台阶下，不敢再问起郑华的事。那其他人呢，赶紧找其他话题和凤家主说话。管家匆匆而入，走到凤家主的身边，恭敬的道：“家主，海玲小姐来了。”屋里的人又安静下来。凤家主扭头对身边的凤若以及3个儿子说道：“你们兄妹几个出去接待一下海玲。就算你们是长辈，但海玲那么远过来，来者是客，我们要待客周到。按照辈分，海玲理应称呼他儿子做表舅。”妈，我们知道了。郑一帆应着，他带领着弟妹起身，走出华丽的主屋，往别墅大门口的方向走去。还没有走到别墅门口，看到了凤晴的车子驶进来，跟在凤晴后面的是几辆黑色轿车。凤晴停好了车，很快就下车，指挥着那几辆轿车找了空位停放车辆，然后他
他径直走向一辆奔驰。海玲从车上下来，凤晴微笑地向海玲伸出右手。海玲与他握了握手，打扰了。别说打扰的话，我妈今晚设家宴，请你过来吃饭，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看待的。你在这里不用拘谨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行。海玲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郑一帆带着弟妹们走过来，海玲站在凤晴的面前，看着那3男1女离自己越来越近。凤晴扭头看到兄长和凤若，便向海玲介绍着，走在前面的那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是我大哥郑一帆，他左边的那个是我2哥，右边的是3哥。那个女的不用我介绍了，你知道她是谁？看来你妈对她还很是宠爱啊。海玲说了句，凤晴自嘲地说道，毕竟是在身边长大的，感情深厚，不是我这种回到身边才2年的亲生女儿可以比的。今晚啊，你注意点，别喝酒啊。凤晴忽然很小声地提醒海玲一句，她是刚从公司回来，3个嫂子在背后搞小动作，策划阴谋算计凤若的事她都知道，然后当不知道了，还很好心的帮他们抹点尾巴，免得被母亲提前发现，那就没有好戏看了。海玲以为凤晴这样提醒她，是凤家主会在酒水里下药毒害她。她看向凤晴，凤晴冲她眨眨眼。海玲绝对想不到自己今晚过来会看到一场精彩的好戏。凤家的3位少奶奶想算计整治凤若和郑华，还没有找到好时机。没想到凤家主忽然说要在今晚设宴，请大家吃饭，这让凤大少奶奶暗喜。觉得这就是个最好动手的机会吧。人多乱吗？听说凤家主还邀请了从管城过来的海玲，海玲是上任家主的大外孙女，这个身份对于凤家的人来说是很敏感的。凤大少奶奶对2个妯娌说，今晚动手，说不定婆婆会怀疑到海玲的头上，就算不会怀疑海玲，让海玲看到郑华和凤若的丑态，那也是狠狠地打婆婆的脸，那婆婆就会特别的愤怒，那越是愤怒，凤若的下场越是凄惨。总之今晚是个好时机。郑一帆带着弟妹们走到了海玲的面前，客气的自我介绍，海小姐，我是郑一帆家里的老大，听我妈说起过你，按辈分论你该叫我大表舅，这位是我2弟，这个是我3弟。凤若我想你已经认识。郑一帆也介绍了自己的弟妹让海玲认识。海玲仅是向他们点了点头，客气地叫了声郑先生，并没有称呼郑一帆大表舅。见到凤家主，他都没有称呼凤家主姨婆，更何况是郑一帆。凤家主也没有公开承认，商太太和海玲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甥女。上次凤家主去了商家，与商太太见面时，明显就是对敌人的态度。敌人啊，何必讲亲情？何况他们之间也没有亲情可言，有的是仇与怨。凤若说了句没有父母教养的孩子，礼数始终是欠缺一点，见了长辈也不叫一声。海玲看向他，反问他，你是我哪门子长辈啊？凤家主在我面前都没有要求我称他为长辈，你又算哪根葱哪根蒜？你还不是凤家的人呢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乱吠？几句话就噎得凤若脸色铁青，又哑口无言。想在海玲面前端长辈的份，不被海玲对才怪呢。海玲，我们进去吧，我妈早就在里面等着你了。凤晴无视凤若，笑着带领海玲往主屋走去。边走呢，边向海玲介绍一下凤家大宅里的美景。郑一帆兄妹4人站在原地，没有立即跟上前去。等凤晴带着海玲走远了，确定连海玲那些保镖都听不见他们说话，凤若气愤地对大哥说道，大哥，你看凤晴越来越不将咱们放在眼里了，还有那个海玲算什么东西啊？不过是孤女，是个离婚的女人，以为她是女皇。
过来还要我们出来迎接他，居然不给我们脸面，咱们是他的长辈，他居然只称呼你们先生，那样陌生，一点家教都没有。郑一帆说道，妈没有告诉大家，她是大姨的外孙女，她自然不会乱认亲戚。妈今晚设宴请家族有头有脸的人吃饭，还请了海玲过来。我想妈的意思是公开承认海玲是大姨外孙女的身份，就可能等到公开的时候再让她认亲认妻吧。这是凤二少爷说的话。凤三则是说道，按理说妈不会这样做才对，要是承认了海玲的身份，族里的那些人岂不会自动地围到海玲身边？坊间流传大姨是被我们的妈害死的，哪怕是流传的时间长了，传的人多了，就会有人相信的。郑一帆沉吟片刻后说道，妈要怎么做，做什么不是我们能管得了，能改变得了的看着吧。就算妈是那个意思，也与我们无关，该着急的人是凤晴，凤晴现在才是凤家的接班人啊。若是族人围在海玲身边，以海玲为首形成一股势力，必然是与凤晴争家主之位。海玲是上任家主的后代，他若要争家主，还真是争得理所当然呢。所以呢，该着急的人是凤晴，不是他们。哇，他们姓郑，不姓凤，不管海玲争与不争，凤家主之位也轮不到他们来做，除非凤氏一族的女性死个精光，他们才有机会坐上凤家主之位。看凤晴对海玲还热情得很，像是姐妹似的。虽说两个人差着个辈分，但就看凤晴对海玲的态度，是真的像姐妹。海玲也给凤晴面子，对凤晴那是温和有礼。凤若对凤晴的嫉妒之心再次显现出来，原本凤晴拥有的权利、地位、身份都是属于她的，没有凤晴的话，她现在还是凤家那个仅次于母亲的可以呼风唤雨的人。走到外面去，别人对她也是奉称八姐，不像现在她走出去都没有人搭理她了。曾经的那些好闺蜜，因为她身份的转变，也与她渐行渐远。凤若才明白，曾经围在她身边的那些朋友，都是冲着身份地位来的。她成了母亲的干女儿后，哪怕还姓凤，那在别人的眼里啊，她已经是个冒牌千金，是个假货。那些人都是他们家里货真价实的千金小姐，层次不同，地位不同了，与她的距离便渐行渐远。就连以前很多肖想她的二世祖，也将目光转移到凤晴身上。凤晴的颜值还不如她呢。这个社会太现实了。凤晴惯常会演戏，我们以前都被她骗了呀。走吧，进去，妈让我们出来接待客人的。客人进去了，我们还在外面，就谁知道凤晴会不会在妈面前说咱们的坏话。爸今晚都不露面，等会儿咱们还是要去劝劝爸的。说到这里，郑一帆叹了口气，叮嘱着弟妹们，反正最近咱们都要夹着尾巴做人，别再犯错了，否则妈真的会将咱们赶出凤家大宅。凤二小声说道，我那个尤物啊，真舍不得断了呀。他包养的情妇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比他老婆迷人多了，不像他老婆那么古板，没点意思。老婆生了2个孩子后，身材就更不如外面的野花了。凤家主勒令3个儿子必须打发掉情妇，与情妇们断了往来，否则就逐出家门，不能再以凤家少爷的身份与人来往，等于是断绝与凤家的关系。凤三说道，让你一个朋友明面上包养他，实际上还是咱们出钱，然后和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就可以解解相思之苦了。他就是这样做的，明面上和外面的女人断了，实际上依旧过得有滋有味的。这出轨啊，那有一就有二，很难改得了。家里的妻子出身再好，那颜值再高，他们看久了也厌了。男人呀，有几个不喜欢新鲜感的呢？凤三包养过的情妇没有10个也有8个了，厌倦之后就将情妇介绍给其他男人。
让其他人接着包养，这样保证了情妇的物质生活就不会撕破面。反正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追求的就是物质生活，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无所谓，只要还能保证他们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就行。三哥，你小声点，让人听到了，捅到我三嫂面前去，三嫂又得闹。他们一闹，妈又要发作你们。脸上的红肿消了就不长记性了。凤若说了三哥一句，凤三赶紧四处张望，小声说道：“应该没有人能听到吧？这在自己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，那这让凤三呢颇不是滋味，就也越发的不喜欢凤氏家族的规矩了。哎，别人家都是儿子接班的，那凤氏家族却是女儿接班。在凤氏家族里，女儿的地位比儿子的要高，就算他们身上也流着凤氏家族的血，由于身为男性，当家做主的事就轮不到他们。凤晴他们走远了，应该听不到。我只是提醒三哥一句，三位哥哥舍不得外面的美人儿，也不要拿到面上来说，别让我三个嫂子知道妈在家里。就算妈想偏向你们，嫂子们的娘家人要是来闹一回，妈也会收拾你们呀。让你们离婚，你们愿意吗？郑一帆说道，外面的女人就是玩玩的，不会娶回家，他们的家世呀、身份呀，哪能配得起我们？他包养的情妇家里穷得要命，他每个月给情妇1万块钱的零花钱，对方都很开心了呀。虽说他的老婆不是名门望族，但是岳家也小有资产，在生意上能帮到他的。郑一帆一向都有野心，知道凤家的家业轮不到他来继承，便想着自己揽钱。他在凤氏集团里身居高位，在借助着岳家在外面合伙做着生意，通过岳家帮忙，能从凤氏集团赚到不少钱。那些钱就是他的了。岳家手里也有他的一些不良证据，若是他和老婆离了婚，岳家将那些证据交给母亲，他也会吃不完兜着走。再说了，他和老婆呢还生了几个孩子，总要为儿女们考虑考虑的。他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大哥说的对，外面的女人再年轻漂亮，也只是玩玩而已。阿若，你平时在你嫂子面前多帮哥哥们说说好话，让我们缓和一下夫妻关系。凤三说道。他出轨被老婆知道后，老婆闹了好几回，岳家也对他意见多多，大舅哥和小舅子还警告过他，再有下次就废了他。凤三颇有点怕小舅子，那就是个浑人，惹毛了小舅子，他还真的可能会被废掉。三个嫂嫂对我意见更大呢，他们怪我包庇着哥哥们，哥哥也看得到的。现在嫂子们对凤晴才那叫做一个亲热，我看呀，他们就是觉得我没有机会接班了，所以讨好凤晴，抱凤晴的粗大腿。想起那天被大嫂抽耳光的事，那凤若就眼含恨意。她长这么大没有受过那种屈辱，却又怪不了谁。养母回来后，她的银行卡依旧被冻结着，养母都没有要帮她解冻银行卡的意思。现在他想花钱，都是花自己的私房钱。他名下的那些商铺，租客都说生意不好做了，纷纷关门搬走。他想重新出租，到现在都没有新租客。有些商铺他都挂牌出售了，前来看商铺的人是有，但是都要杀他的价，压价压得特别低的那种。顺风顺水过了20几年，满以为自己是天之娇女，结果凤晴一回来，她啥也不是。走吧走吧，赶紧进去。凤二催促着大家进屋里去，兄妹4人担心凤晴会在母亲面前说他们的坏话，也不好在外面聊得太久，赶紧进屋里去了。凤晴带着海玲进屋后，屋里的人都看着海玲，觉得海玲眼熟得很。凤家主坐在主位上不动，他旁边的位置都坐满了人，全是凤氏家族里有身份有地位的。海玲，你来了。凤家主客气地说了句，
然后吩咐着管家给海小姐搬张凳子过来。让海小姐坐吧。海玲环视了一遍屋内，在管家搬了张小凳子过来时，她讽刺地对凤家主说道：“凤家主若是无心请客，就不要装模作样了，我远道而来。”凤家主又特意派人去丰泽酒店等候多时，把我请过来，却是连坐的位置都没有。凤家主的待客之道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。说完后，海玲转身就走，并对保镖们说道：“我们走。”海玲，凤家主沉声叫住海玲，他说道：“这屋里的人，哪一个年纪不比你大？他们都是你的长辈，总不能让长辈给你一个小辈让位吧？有张小凳子给你坐，让你在这里屋有一凳之地，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。”那其他人都不说话，也不敢说话。知道这个眼熟的女人是海玲，管城过来的，他们就猜到了海玲是谁的后代了。那论辈分，在座的人都是海玲的长辈，但海玲是上任家主的后代，按照凤家规矩的顺序走，海玲才是正儿八经的接班人。他们这些凤氏家族的人，在接班人面前，哪怕辈分再高，也不敢端着长辈的样子。家主是想利用他们长辈的身份，抢先压海玲一头，用意吗？自然是不想让海玲回来和凤晴争夺家主之位。海玲冷笑着：“我只知道我是客人，凤家主如此待我，就是待客不周。不要跟我说长辈的事。如果不是我外婆死于阴谋，死于意外，就连凤家主你，在我面前都不能放肆。”大姨跟他说，外婆这一脉到她这一代就3个女儿，彤彤和小飞都明确了不愿意接班，那她就是凤氏的接班人。跟他说来了江城，不要惧怕凤家的任何人，端着正统接班人的身份以及架子，跟凤家主这一脉光明正大的争，光明正大的开撕。凤家主脸色难看，我大姐是死于意外。不是死于阴谋，我外婆是怎么死的，天知地知。凤家主你也知，骗得了任何人，但骗不了天地。妈，凤晴叫了母亲一声妈。你既然请了海玲过来做客，就不要做出丢人现眼的事了，该以礼相待。就算你不把海玲当客人，她是我大姨的后代，妈也不能这样对海玲，没得别人说妈心虚害怕。凤家主一脸黑线，凤晴亲生女儿这样说她，让凤家主气的这不行。凤晴说道：“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客从远方来，我们若是待客不周，传出去，影响到的是我们凤氏一族的名声。妈越是刁难海玲，越发让人认为传言是真的，让人以为妈就是心虚害怕。”海玲，凤晴走过去，挡在海玲的面前，她郑重地向海玲道歉，说道：“海玲，我妈年纪大了，有点老糊涂，说的话做的事都过分了点儿，我替我妈向你道歉。”海玲却说道：“这事与凤少主无关，凤家主不将我当成客人，我也不必再留下来，告辞了。”说着，他带领着他的保镖团绕过凤晴就往屋外走去。凤家主被亲生女儿气得脸都黑了，也被海玲的强势气得半死。他去管城见商太太的时候，商太太向他提出过要求，要求他允许海玲和凤晴竞争，也要将海玲当成凤家的接班人来看待，给予海玲凤家少主的地位及待遇。凤家主哪肯呀？他知道海玲过来就是带着大外甥女的夺位计划而来，所以他特意设家宴请海玲过来，却又想利用长辈的身份压海玲一头。但是海玲呢，压根儿不将他们当成长辈啊。在海玲的心里，她就是凤家请过来的贵客，凤家主压她就是待客不周，主人家不欢迎自己，那何必留下来啊？那海玲呢，自然要离开，又不是她死皮赖脸要过来的。
是凤家主派人去请他，他才过来的。海玲，在海玲走到屋门口的时候，眼看他就要出屋，那凤家主最终开口叫住了海玲。然后呢，凤家主起身带着凤晴走过去。凤家主深吸几口气，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，温和地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你外婆是我亲大姐，我还是你外婆带大的，我是你的姨婆，也是凤家现任的当家人。你的确是我的晚辈，这屋子里的人每一个都是你的长辈。的确，如果我大姐没有死，你是她的后代，也会是凤家的接班人。在咱们凤氏家族，接班人的地位是仅次于家主的，在其他人面前无需行晚辈之礼。你现在虽不是我们凤氏家族的接班人，但你是我大姐的后人。刚才的确是我礼数不周了。你姨婆我今年都70了，快71岁，人老了，难免会糊涂一点，你不要和姨婆计较。今晚你是我们家的贵客。凤家主忍着气向海玲道歉后，再请着海玲回来。像他那么高傲不可一世的人，肯低头请海玲回来。若说今晚没有点鬼，海玲是不相信的。那海玲赶来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的。他给了凤家主台阶下，在凤家主请他回来时，他在保镖团的簇拥下重新回到大厅里。然后凤家其他人齐刷刷的起身，不敢再端着长辈的架子，坐着的位置开始调整。海玲与凤晴平起平坐，他是客人，也是上任家主的后代，他本该是接班人的，所以他认为他有资格和凤晴平起平坐。在这个大家族里，能排在他面前的只有凤家主。凤晴看了看母亲，又看看海玲，他对着满屋子的族里长辈说道：以后海玲在我们家族就和我一样，大家对我是什么态度，就要用相同的态度对待海玲。今晚海玲既是我们凤家的贵客，也是让大家知道她是谁，在我们凤家是什么身份。在座的诸位回去后，跟你们家里人好好的说道。那以后在路上遇到海玲，要恭恭敬敬的。众人看着凤家主，凤家主内心不满亲生女儿擅作主张，却又明白这个家族早晚都是亲生女儿说了算。捧起海玲，给海玲接班人的地位，那也是给凤晴一个极大的考验。凤若没有资本与凤晴争，但海玲有。凤家主想着，既然女儿愿意抬起海玲的地位，愿意与海玲公平竞争，那他就成全女儿。若是女儿赢了，他这一脉也理直气壮地稳坐家主之位，就不用再被别人私底下指指点点的。若是女儿输了，凤家家主之位重回到大姐这一脉的手里，那就是天意了。当然，凤家主不会真的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夺来的一切，就又回到长姐那一脉的手里的。那亲生女儿若是没用，输给了海玲，她还有3个儿子呢，大不了她修改凤家规矩，允许儿子也能接班，或者公开在族里挑选能力出众的年轻女性，照样可以培养起来，继续跟海玲斗。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，她都不会让大姐的后代轻轻松松地坐回家主之位的。凤家主心里百转千回后，就没有阻止凤晴自作主张。阿晴说的话也是我想和大家说的，刚才我是老糊涂了，大家不要跟我学着糊涂。凤家主一脸愧疚地说道。他出声了，所有人对海玲的态度越发的恭敬了。海玲在心里冷哼，凤家主是他见过脸皮最厚的老女人了。糊涂，凤家主要是老糊涂，这天底下就没有精明的人了呀。海玲，以后凤家就是你的家，你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不用拘束。凤家主客气地道。海玲也是客客气气的说道，我一进来就有一种熟悉感，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一样。姨婆不用担心我会拘束，我绝对会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我妈还有我大姨以前也是在这里生活的吧。
意思是没有凤家主的夺位，他就是在这里生活的。凤家主叹口气，是的，以前你妈还有你大姨都在这里生活，我是住在别处的，这里是凤家主的住处。他成年后就搬出了凤家大宅，住到其他房子里去吧。等会儿用过了饭，就让凤晴带你到处走走，熟悉熟悉环境啊。对了，海玲，你搬进来住吧，别住在酒店里了。你是凤家的后代，回到江城，不住在凤家，住酒店那样不太好。凤家主邀请着海玲搬进凤家大宅居住，海玲拒绝了。现在我是不会搬进来住的，住在酒店更方便一点。那我天天要跑来跑去，也不会影响到大家。他要住进来，也是替外婆他们报了仇，夺回了凤家之主的位置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光明正大的搬进来，然后就凤家主一家子都从这里搬出去。一山不容二虎，他若是胜利者，是不会允许凤家主他们再住在这里的。当然，他若是败了，他也没有办法住进来。那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一定要跟姨婆说。姨婆在江城不敢说一手遮天，人脉还是很广的，能帮到你很多的忙。你这次过来是为了做生意吧？海玲说道，当然是为了做生意，不为生意为什么？那凤家主以为我过来是做什么的？他反问了凤家主一句。凤家主笑道，我以为你是过来认祖归宗，改回凤姓的。我不需要认祖归宗，只要我身上流着凤家的血，我就是凤家的后代，认不认祖归不归宗都抹不掉我是上任凤家主后人这个事实。海玲简直就是第二个凤莹，对他说话总是夹枪带棍的。凤莹的个性以及能力又像极了他的长姐，是他长姐的翻版，就是说他长姐那一支的血脉。海玲的确是最有希望跟他女儿凤晴竞争的。家主，管家适时走过来，恭敬地对凤家主说道，家主可以开宴了。凤家主便笑着对大家说道，可以开宴了，我们入席吧。说着他起身又对海玲说道，海玲啊，走吧，我们入席去，你的保镖跟我的管家去吧，毕竟这是家宴，席上都是我们凤家的人。你看我的保镖也在外面呢。不等海玲说话，凤家主又说道，让他们跟其他人一起吃饭，不是赶他们出去，放心，你的人跟着你来的也是跟着你离开。海玲示意保镖团跟着管家出去，在凤家主朝他做了个请的动作时，他也朝凤家主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就两个人一起走在最前面。凤晴呢，则是默默地跟在两个人的身后。他在想，老母亲宴请海玲过来，肯定不是为了下马威啊，刁难海玲的，但是要在宴席上对海玲做什么，母亲也不会那样做，因为那样有太多目击证人，到时候不好向战家交代。那他老母亲会在哪一方面坑害海玲？凤晴在猜测的时候，海玲也在揣测，她的想法和凤晴一样啊。但是说凤家主不会动手做点什么，连凤晴都不会相信，更不要说海玲了。那要是凤家主真不想做什么，他就不会容忍海玲的放肆。会不会是趁他入席后，他的人又被管家带走，然后在他的车子上动手脚？郑先生不在啊。入席后，海玲忽然问了句，凤家主淡淡的道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就不叫他出来见客了。海玲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。凤家主夫妻俩的那点事儿，早在江城传了个遍，看来啊，郑华被揍得很厉害呀。都过了几天时间，还不能出来见客啊，说不定被废了呢。家主，管家又匆匆而至，正想让大家动筷的凤家主，见管家神色匆匆的，蹙了蹙眉，不说话，等着管家说下去。家主，战家三少爷以及乔少来了。闻言，凤家主先是蹙眉，后是放下了筷子，起身对儿女们说道，乔少来了，
你们随我出去接待乔少。战浩宇会过来，凤家主不意外。那海玲背后站着的就是战家和商家，战三少爷这个身份是让人忌惮。不过战家在江城的势力不及乔家，凤家主忌惮的是乔家。乔涵不请自来，估计是战浩宇叫来给海玲撑腰的，暗示他们凤家。海玲在江城不是没有靠山的，乔氏就是海玲的靠山。听到乔涵来了，凤若颇为紧张，连忙低头看看自己今晚穿的衣服。他知道老母亲只是请了海玲过来，便没有刻意换上晚礼服，只是穿了一身家常便服。那他现在要不要上楼去换礼服？怕是来不及了。好在呢，他的家常便服款式也是新颖的，潮流的，他穿在身上，衬托的他端庄高雅。而且他年轻漂亮，身材好，就算没有这晚礼服也能力压群芳。有着自信的凤若瞟了凤晴两眼，起身跟在养母身边，这样乔少第一眼就能看到他。海玲就没有跟着出去，他现在还不是凤家的主人，招待客人的事不用他去干。看到凤若这个冒牌货挤占着凤晴的位置，海玲眸子闪烁。听说凤若喜欢乔涵，喜欢得紧，乔涵却对凤晴这个真千金温和有礼，无视凤若这个假千金，让凤若气得半死。海玲在心里腹诽着，等到乔涵公开女人身份时，凤若估计会傻掉，心能碎了一地。凤家主带着儿女儿媳妇出去后，其他凤家人找了个机会凑到海玲面前寒暄，混个眼熟啊。虽说他们很难有机会上位，却个个都是人精，知道海玲的出现是为了什么。凤晴虽说是现任家主的亲生女儿，由于被上一位管家调换了，导致凤晴在乡下长大，回到凤家也才2年时间。那凤家主费尽心思扶持着亲生女儿，效果都不明显。凤晴在凤氏集团里几乎天天挨亲妈骂的，骂她是乡巴佬没见识，骂她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做什么事儿都是靠着别人帮忙什么的。也就是家主安排了方先生跟着凤晴进来，凤晴办事才能让家主满意几分，那也是靠着方先生的帮忙啊，不是凤晴的本事。海玲对凤家人倒是温和有礼，让大家觉得她很好相处的样子，但又绝不包子。海玲和凤家主互对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她一点面子都不给凤家主，大家呢也都看在眼里。凤家人觉得海玲不愧是上任家主的后代，比现任家主的儿女强多了。好一会儿啊，凤家主等人迎着战浩宇和乔涵进来了，来者是客，礼如上宾。乔涵就很自然地坐在了海玲和凤晴的中间，这样他能和2个人聊聊天。就凤若想挨近乔涵都没有机会，还有个战浩宇呢。客气过后呢，凤家主招待大家用餐。以往乔涵参加宴会，从来不会在宴会上喝酒吃东西，今晚例外了，这让凤家主很开心，觉得乔涵给他面子。在大家都聊得很开心时，凤大少奶奶忽然对婆婆说道：“妈，爸在房里休息，没有下楼吃饭，让阿若给爸送点吃的上去，免得爸饿着了。”凤家主神色不变，对凤若说道：“阿若，你给你爸送点吃的喝的上去，让他吃了再休息。若是有精神呢，就下楼来见见贵客。”